典礼。今日宴会，朕与诸位同饮。圣上可请了，快传太医。怎么，御医今日改穿盔甲了？这是什么时候改规矩？朕怎么不知道？皇后心怀不轨，意图谋反，竟然差人在朕的饮食里下毒。若非我儿与人相见，朕今日被毒妇所害。太子，你明知皇后如此，不但不加以劝阻，反而助纣为虐，心胸歹毒，我小不悌之人怎配继承大统？来人！儿臣绝无不臣之心，只是父皇今日受奸臣蒙蔽，一度起易楚之念。父皇昔日亲口教导，楚军乃一国之本，怎可轻易废弃？儿臣并无觊觎皇位，此举只为清君侧目，还望父皇体谅儿臣的苦心。太子举兵造反，已是铁证。圣上仁慈，念尔等为奸人所逼，众将士均乃我国之忠贞栋梁，难道你想跟着太子一起行死谋反吗？你们觉得穿越是一件怎么样的事情？这里都给我守好院门，修筑院的所有奴仆一个都不许动。这孽障死在花娘肚皮上，真是属实上不了台面。修筑院内负责打扫粗使的小厮一律发卖。稍留为曲儿传东西的，立即拉出去配人。至于他们四个，是我儿生前最喜欢的四个丫头，那就一起陪他去吧。这个收用过，果然是狐媚的。既然你那么喜欢勾引人，那就他陪着去吧。剩下的3个送去家庙，好好给我诵经守着。心如姐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心如姐姐，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？没事，发了个噩梦，缓缓就好了。刚刚是梦吗？
等待窒息的感觉也太真实了些。确实最近太累了。这里都给我守好院门，修筑院的所有奴仆一个都不许动。接下来，夫人就会让我给少爷陪葬，不是吗？我必须说点什么，让夫人收回场面。这个收用部果然是狐媚。夫人容禀，少爷垂怜，不嫌弃奴婢粗笨，让奴婢能够净身伺候，是奴婢的福分。少爷恩赏，奴婢本应甘老土地以报少爷大恩，只是奴婢这几日月薪为止，不知是否腹中已有少爷骨血，还请夫人顾念奴婢腹中少爷血脉，饶奴婢。如此说来，我岂不是要谢谢你，为我高家留了点香火？既然如此，我岂能辜负？不回报你这点大恩，这丫头胡言乱语，污蔑我儿亲玉，修竹院内哪里容得下这等心思龌龊的东西？张嬷嬷，拖下去，赏他20板子，扔出府去吧。给我狠狠的往死里打，每一下务必给我打瓷实了。这个孩子护夫人不下，看来要另想出路了。姐姐这是怎么了？是哪不舒服吗？难道你不能说？不管有没有，这里都给我守好院门，修筑院的所有奴仆一个都不许动。这个收用过，果然是狐媚的。夫人容禀，奴婢等能够净身伺候少爷，是奴婢的福气，哪怕是随少爷去了，也是奴婢的本分。可是行路姐姐，怕是已经坏了少爷的骨肉。看来回来的只有我一个，我必须另想出路。别去，现在少爷不是时候，容不下的。我会去求，你要好好把握。少爷饶命！少爷饶命！叫什么叫？把人叫来，看你这副模样嘛！你别忘了，你的卖身契在我们府里是死契。把我伺候的高兴了，没准我会去我娘那给你求一个同婚的恩典啊！这不是你自己求来的吗？看看你现在这副贱骨头的样子，人人都知道是你不守规矩，今天白日跑来勾引少爷，是你自己不要脸。这个药瓶是刘云，夫人正在找人问话呢，你随我同去。把茶给行路。那就有劳行路姐姐了。姑姑，你怎么能让行路去？
你急什么？夫人是容不下少爷未娶亲，就有丫头不要脸行勾引之事。你且耐心些，等少爷成亲，我会为你去求夫人，看在你老实本分的份上，赏你个姨娘的名分。至于行路，那就是个勾引少爷的贱胚子。等少爷玩腻了，就会打发走，不会影响少爷在外的名声就是了。姑姑对云儿的一片心，云儿此时绝不会忘。那你就要好好把握。张木人他是相貌重灵，不应该救夫人，而是记住张嬷嬷的话。这孽障死在花梁肚皮之上，属实上不了台面。修筑院内只负责打扫粗食的小厮一律发卖，少奴为曲传东西的立即拉出去配人。少爷对奴婢恩重如山，奴婢哪怕粉身碎骨，也难报少爷大恩。求夫人赏奴婢一个恩典，让奴婢替少爷受完礼，奴婢也随少爷去了，绝不放过。你这丫头倒是重情重义。准了。夫人，今夜不如就让他们4个为少爷守夜吧。嗯。如果夫人不能接受少爷尚未娶亲便有了孩子，那老爷呢？少爷陡然离世，侯府后继无人，他们一定需要一个不是从旁支过继的，出自他们直系骨肉的孩子。听说你有件大事要回我，说吧。哦，从前人人都说糕饼人身边的奴才不安分，我只当是丫头们眼热，故意传闲话。现在看来，倒也不是空穴来风。你们都是卖了死气的丫鬟，生死都是侯府的人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侯府的脸面和规矩。磕头的时候要忠心，一定要发出声响，但不能伤了脸面。我耐心有限，你最好说的简单些。奴婢是少爷的人，少爷怜惜奴婢，奴婢愿为少爷粉身碎骨。只是奴婢这几日月薪未至，怕是腹中已有少爷姑血。怎么？你到现在还想着做姨娘的位置？觉得你为我儿生了香火？
可以顺理成章留在侯府，过你少奶奶的日子。你果然是不安分的人，一脸狐媚相，真让人恶心。奴婢卑贱之躯，怎敢想其他？奴婢只是一心为夫人考虑。少爷已去，名声要紧，奴婢怎能误了少爷的清誉？只是夫人与老爷成婚多年，膝下只有少爷一子，奴婢只是替夫人忧心以后。说下去。奴婢是一定要随了少爷去了的，只是舍不得腹中少爷骨血。若是夫人慈悲，能容奴婢生下孩子，奴婢绝不苟活。这个孩子也不会知道世上有奴婢这号人物，他会是夫人与老爷的老来子，继承侯府香火。想来少爷在天之灵也能安心。夫人需要一个孩子，我只需要这几个月的喘息，让我也有足够的能力逃出侯府。你这丫头可真是有趣，难怪我儿从一群丫头中挑了你，果真不一般。这种话怎敢说？你知道，不过你有句话说得很对，知道为什么我和老爷成婚这么久，只得了高秉仁这一个儿子吗？知道为什么老爷有那么多阴阳通房，一个人的肚子都没有动静吗？你说的很对，我和侯爷确实需要一个孩子，但你知道为什么我根本不教养高秉仁？知道为什么老爷对高秉仁那么放任，那么聪明？猜一猜，皇军那么多，擅长有那么多奇兵，我和老爷缺不缺你肚子里这个孽障？什么？这个丫头不检点，勾引少爷，满嘴胡劲，那我就成全了她。你把她堵了嘴带出去，找个人牙子卖几两银子，或直接赏给门下的人。这等不干净的丫头，绝不能脏了我侯府的大门。诺。各位这就是少爷内院的丫头吗？难怪能爬上少爷的床啊！果然是又白又软呀！哎呀，你就起快点，乖一点，伺候高兴了，也给你一个名分。去喊行路来伺候我喜酒。
你最好听话一点，否则我就没有耐心了。走吧，带你去个好地方。再不听话，躺在里面的可就是你了。娘们快不行了，我还等着呢。这哪里是孽障，这分明是催命符。想要活下去，就必须要埋下这个孩子。少爷对奴婢恩重如山，奴婢哪怕粉身碎骨，也难报少爷大恩。求夫人赏奴婢一个恩典，让奴婢替少爷守完灵。奴婢愿随少爷去了，绝不苟活。你这丫头倒是重情义。准了。求夫人再赏奴婢一个恩典，让奴婢替少爷整理遗物吧。夫人，行路姑娘一人难免看顾不过来，不如让刘云帮忙一起整理。少爷，这匣子里我明明记得还剩下30两，怎么如今只剩了20两？少爷的私房不是一直姐姐在管，姐姐怎会不知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大梁这少爷不在了，开始不怕上我了？刘云姐姐别着急，学柳姐姐只是一时伤心过了头。伤心？我看有些人呢是惦记着少爷剩下的这点金银呢。我劝你趁早绝了这个心思，当心我回了夫人。有人手脚不干净，把你撵出去！少在这庄家做事，仗着张嬷嬷成日护着你，整天鼻子翘到天上去。少爷，这本庄子好像不是您的，或许是哪家少爷的刻印，被错拿了回来。我的行路越来越不听话了，都开始惦记别的男人。别动，吃歪了可就不好看了。记清楚了，你是谁的奴才，谁的人，以后什么应该问，什么不该说，说话之前那个老古板呐，向来最喜欢凌霄花。既然你提到了他，那我也赏你一朵，看我对你好不好？奴婢谢少爷赏。说来也奇怪，他说来看不起我们这些世家子，怎么这次突然与我说话，还说什么从前看错了我的鬼话？行路，好好抄，错一个字，今晚你就不要想睡了。行路，你
你说你家都穷得卖女儿了，到底是谁教的你识文断字？谁教的你这些想法？以后警醒这些，不要被人发现你认了这么多字。阳明姓，后名生，名为正本，国1余民，水疾不厚，复周无礼，此乃立国之本，圣人之心。这本状子很有可能成为我的敲门之类。如果世间无人能帮我，那裴小米可能是我的另一条出路。裴国公府素来跟我家很少往来，怎么他的孩子会想起来替侯府说话？为了禀人的事，前日太子又赏赐了东西来。这本庄子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如实招来！夫人，你给他吃了什么药？安胎药。无论从谁肚子里生出的孩子，都是你我的孩子。只要处理好这丫头，这孩子就是侯府唯一的嫡子。你这么做，着实是绝了侯府和我的后路啊！后路？我早说过了，要从我娘家过继来个清白孩子，可你硬是要留着这个孽障。你们侯府从上葬到了下，老爷这些年心里清楚，整个侯府早就是个笑话了。这样不光彩的事，怎么能叫后路？我早该想到的，这个孩子如果用对了地方，果然还是能够发挥它的作用的。痛，它很直，不是吗？真可笑，高秉仁虽说以折磨我为乐，但有一件事，他确实没有骗我。这个石头，身份是跨不过去的天真，为了他，随便一个人都能把我拆分。为了弄清楚裴秀明是谁，我不知道偷拿了多少次高秉仁的私房，被多少人欺骗凌辱。我不甘心，但别无他法。狐狸精！呸！少爷在时就勾引少爷，现在把少爷克没了，真是丧门星！真是不知道为什么夫人要高看你一眼。如果他知道正南红豆汤里加了什么，还会不会对我这么记恨？反正你已经说要陪少爷去了，你去了，我们就没有陪了。早点走也好。少爷等着你呢。你愣什么神？夫人说了，
这就是给你的，赶紧喝了，我好交东西回话。你死了，我们就不用死了。那如果是不是我不饿，倒是我看姐姐下午都没什么胃口，想来现在也饿了。少爷房里我是最晚来的，这样的赏赐就是轮也轮不上我呀。夫人不过是看我可怜，最后赏我一口吃食。大家终是好了一场，姐姐替我喝了吧。只要拖过今晚，明天裴秀明就会来侯府。我已经看好了图，会经过什么人，查好了时间点，找不到我，侯府也不会大动干戈。为了这一刻，我已经付出太多。这可是夫人单独赏给你的，东西传进来时特意交代，就是给行路姑娘的。姐姐说笑了，再过2天，我就是想后悔，也来不及了。夫人的赏赐就是再好，对我来说都是浪费了的。大家终是好了一场，姐姐替我喝了吧。日后姐姐若是有造化，能够去服侍太太，就是替我报了太太的恩典了。现在不急，慢慢喝。快去救夫人，给我请大夫！少爷身边的行路姑娘中烈，请少爷手您的手服毒自尽，陪少爷去了。夫人命奴婢过来寻表少爷，他有话要问。舅母叫我，怎么是你来传话？你不是表哥身边的，我听表哥提问。表少爷快些去吧，夫人问得急，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呢。门上乱糟糟的，也没个人。还好这里没到前院去，奴婢寻了许久，给这位公子指了路，就要回去当差的。王兄去忙，我自认得回去的路。公子容禀，奴婢是少爷书房里伺候的丫头，此番冒昧来寻公子，是因为少爷吩咐过。这本庄子是公子所见，无论如何都要物归原主。少爷吩咐，奴婢绝不敢忘。少爷对奴婢的大恩，干净的丫头，奴婢竟然把脸丢到外面来了。府上疏于管教，小丫头不懂事，冲撞了公子，望公子莫怪。来，替公子带路。从裴秀敏袖子上撕下来的布条被我带了回来，这是不是少爷在告诉我，或许这一轮有人可以帮我？你大胆，滚出去！你想说什么？赶紧说。奴婢想求公子救命。侯府向来宽和，从未出过苛待下人的风评。做奴才，切要记得本分，不得妄议主子。都给我注意着点，你们再去那边找找。
偷了夫人的东西还敢乱跑。夫人说了，若是在府外碰到，直接送去官府。既然你能跑到这里来找我，那就让我看看你有没有本事跑到侯府外头等我吧。裴某听说侯府宽仁待下，没想到粗使的丫头冲撞了贵人，你们担当得起吗？这无色，我到底干什么救你？大哥，裴少爷命我过来给他送东西，劳烦大哥替我转告通禀。请问姑娘在给谁家当差？要给我家少爷送什么？裴少爷叮嘱必须当面转交，大哥替我通传就是。那请姑娘稍后，我家少爷还没出来。走吧。你这丫头倒是机灵，是谁告诉你我马车标记的？有意思，侯府的丫鬟竟然求到外人头上来救命，你到底偷了什么要紧的东西？侯府的丫鬟竟然求到外人头上来救命，你到底偷了什么要紧的东西？要名姓，后名声，名为正本，国益于民。水积不厚，覆舟无力，此乃立国之本，圣人之心。在那篇课页上写下这篇文字的是奴婢。有意思，一个草包身边的奴婢竟然比他还中用。你可不要告诉我，你这点子学问都是跟你家主子学的。确实有点不一样。你先在此处住下，你的一应起居自有人会照料。今日一天也累了，先好好休息吧。奴婢多谢公子大救，公子仁慈，奴婢小向公子求一副落胎药。不用，我自己来。你们公子呢？少爷只是让我好好伺候姑娘，其他的事情奴婢也不知道。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。自从我和这丫头熟络以后，裴秀明来见我的次数明显变多了。当时我还真正自信，以为他欣赏我的思想，结果不到后来。
姑娘好，奴婢是公子指过来教姑娘规矩的，姑娘日后还得跟着奴婢认真学。站必直，行必稳。端着东西的时候，胳膊可是要一动不动的。端正了，很好。在主子面前，不可与主子对视，不可揣测主子的心思，不可对主子失礼，不然就是僭越上位，藐视权威，党大妄为。侯府不需要会读书写字的丫鬟，更不需要奴才有思想。每隔3天一顿鞭子，就是为了教给你们一个道理。奴才只需要听话，主子对你好是恩遇，打你骂你更是感激，能留你一命，那便是仁慈了。雨露均恩，均是恩赐。公子到底想问什么？奴婢必定知无不言，以报公子。高秉人真是不识货，这么聪明的人，真是叫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下手骗了。行路姐姐，你说该不会是少爷想把你先养成外室，然后再把你养成姨娘吧？到时候你可不能忘了奴婢啊！你大字可真大，这种话都敢说，叫你等会儿去。我让人查过了，出身还算清白，你也不用想着你的家人了，死的死，卖的卖，没剩几个。你在侯府留的是死气，现在又是逃奴，再想撞大运碰着一个敢收你的，可就不容易了。是，公子对奴婢有大恩，奴婢至死不敢忘，愿意听从公子差遣。这些天的规矩都记好了，既然猜到这是什么地方，就要明白自己的身份，问什么就答什么，不该看的不乱看，你没有拒绝的权利。那句话是你写的？是。你是自己从侯府逃出来的？是。家里还有什么人？回禀殿下，奴婢不记得了。说得不错，赏吧。奴婢卑贱，实不配殿下赏赐，请殿下三思。过犹不及。京城不用逼太狠，反而不像。经上多疑，太过于完美，反而更显雕琢。奴婢斗胆问公子一句，奴婢还能在这里住多久？猜到了。说说，猜到了多少？你放心，如今地下开口，叫我不要管紧了你。你有了这句话，我自然不会对你做什么。做吧。奴婢想知道，奴婢到底像谁？其实我也很好奇，到底是一个什么地方，能够花财力、花精力教一个女子知书识礼，却偏偏不教给他们一笔好书法。不如你来告诉我。
说修文馆之前是关着的，现在怎么开了？还播了这么多人进来，这有什么好奇怪的？圣人的决定自然有他的道理。要不是开修文馆，这哪里会突然招这么女使进来？你们可真有福气，这么些年了都不招女使了，更何况是从良机里面选出来的。好好活着。哪位是吴家芸娘？你去将抄录好的书卷送到皇后宫里。怎么会是他呀？对呀对呀，怎么会是他？真奇怪。奴婢谢娘娘赏。这次倒是个小的知好歹的。既然你这么聪明，那你猜一猜，本宫为什么要赏你？奴婢不懂规矩，冲撞了皇后娘娘。皇后娘娘宽宏，饶奴婢不死，是娘娘最大的恩赏。行了，去吧。既然都知道自己不守规矩了，那本宫就再赏你一回。今晚去提灵吧，不用再来谢恩了。天下太平。原来他和我一样，都是穿越来的。你过来。对，就是过来。你们什么人？天下，你们先出去吧，明天我自会向父皇解释。你们先出去吧，明天我自会向父皇解释。咬得真狠！你就是那个被母后罚的女使吗？反正天亮了就要拖出去打死，我何必想那么多？看什么看？有什么好看的？你不怕我？难道你不知道我是谁吗？不知道，爱谁谁。你不杀我吗？杀你！哎，你干什么？你放开我！你要干什么？要杀就给我给个准话！闭嘴！放开我！闭嘴！你再不放手，我喊人了！闭嘴！你信不信我一头撞死在这儿？父皇，
这个女使儿臣很喜欢，请您赏给我吧。昨天儿臣实在没忍住，已经收用，侍卫那边应当有记打。就他，你确定？父皇，儿臣就喜欢他的内涵。准了。谢父皇。你是谁？我问的是你的名字。宁烟。你好，我叫周玉珍。周玉珍给我讲了一个女子的爱情故事。女子不平于这个世道对于女性的科研与打压，定了别人的名字，女扮男装，混入科举，一路考入殿选。有人发现了她的冒名顶替，当场揭露，谎言被戳破，她却丝毫不惧，当着君王的面引经据典。对于帝王而言，这样的女子无疑是一种新奇的体验。她的文章成了他与她爱情开始的见证。他陪着她1年之内，从五品才人一路封至风头无两的贵妃，任由她异想天开的胡闹。他愿女子能不囿于后宅，他便在官宦人家之中广选女使，冲入宫中陪她解闷。他愿宫女能有之可依，他便改了律令，20以上宫女愿出宫者，赐银返乡，自行评价。他愿女子能识文知义，他便修了修文馆，请来夫子，每日讲学。宫人闲暇时皆可来听讲。外头言官议论弹劾，他尽数压下不理。直到他为他生下皇子，他全心全意教养他们的孩子，恨不得将自己所知倾囊相授。你知道她是谁吗？你知道她是谁吗？她是穆贵妃。贵妃受宠之时，连中宫都不能因其锋芒。她就是我的穆妃。你为什么这么信任我？由着我在你的府里乱逛，在我误闯书房的时候，依然让各宫眼线汇报传来的消息，还跟我分析朝堂的局势。万一我是太子送来的细作，把你皇子府里的消息全捅出去怎么办？你真的很像母妃。如果她还在的话，一定不会这么做。我真的很想他。这实在不行，库房的门随便你开，府卫的人都听你使唤，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。不要。哎，你可不要不识货呀！我虽然没有得到父皇的宠爱，但好歹也经营了多年，这该有的东西啊，一样也不会少。再怎么说，我也是你父皇过了明路赏给你的侍妾。你一没娶正妻，二没纳侧妃，整个皇子府里除了你就我最大。难道今上亲口赏的侍妾还抵不过一个进宫赴宴的资格？走吧，我不放心你。
皇后给父皇下了药，与宜刚递话过来，父皇大概是撑不过今晚。替我闹绝吧。都教了这么久了，怎么还没学会把情绪藏好一点？你既然是太子疏通关系送进宫来的，现在又跟在我身边，他自然会格外关注你。不要紧的。诸位兄免礼，今日宴会，朕与诸位同饮。圣上可写了，快传太医。怎么，御医今日改穿盔甲了？这是什么时候改规矩？朕怎么不知道？皇后心怀不轨，意图谋反，竟然差人在朕的饮食里下药。若非我儿与人相见，朕今日被毒妇所害。太子，你明知皇后如此，我待会加以劝阻，我儿助纣为虐，心胸歹毒，我小不悌之人，怎配继承大统？来人！儿臣绝无不臣之，只是父皇近日受奸臣蒙蔽，一度起异属之念。父皇昔日亲口教导，储君乃一国之本，怎可轻易废弃？儿臣并无觊觎皇位，此举只为新君侧面，还望父皇体谅儿臣的苦心。太子举兵造反，是铁证，圣上仁慈，念尔等为奸人所逼，众将士均乃我国之忠贞斗士，难道也想跟太子一起行刺谋反吗？就知道你会来，只要你死了，一切就又会重置，对吗？我们动作要快一点。裴兄弟，他会一次又一次让我去死，然后用我的死替太子铺成一条他家最小的登顶之路。你们四个，夫人再想发落奴婢，如今也需等上一等。少爷生前有吩咐，
有一样东西必须要奴婢亲手交给裴国公府的裴修明公子，奴婢卑贱，死不足惜。只是这是少爷生前心心念念所想之事，奴婢必须替少爷完成，了却少爷心愿，再随少爷下去。哦，我竟不知我儿竟如此上进。你且说来听听，是什么东西？我与老爷自然会替鄙人完成。奴婢不知，只是少爷吩咐，待裴公子来了，再决定如何发落奴婢，如何？裴秀明是一定会来的。这丫头曾经冒犯过太子，这次我是一定要将她带回去治罪的。还请公子稍坐，待老奴回禀老爷夫人，定将这丫头交于公子手上。不错，看来行路姑娘是在大皇子府里长能耐了，都学会动兵刃了。裴公子说笑了，我说大皇子没空理我，即便是教了，那么点时间又够学个什么？哪里就能伤得了大人呢？只是我要提醒一下大人，匕首杀不了你，杀我自己还是很容易的。若是再有下一次，我的命守在大人手上，我必定不会与大人干休。大人防得了人求生，难道还能防得住人找死？我敢和大人保证，新皇位子登基之时，必定就是在下殒命之日。就是要委屈下大人和在下这种卑贱之人，一起困死在这循环里吧。在下真是好奇，当年11回献俘。大人留步，在下一切见计，当不得大人如此照顾。大人若想快一些结束，不妨早些把落胎药送来，这样小女子才好尽快调养好身体，替大人卖命啊！这回大人不用再费心找这个了，千错万错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瞎。大人实在不需要担心，毕竟我身上的秘密，你已经全都知道了，不是吗？除了大人你知道我没有哪里可以去，就算大殿下曾经待我不薄，现在我也不可能贸然出现在他面前，所有人都会认为我得了失心疯，说的一切都是在胡言乱语。知道太多不该知道东西的人，总是活不太长的。大人不是一直这么身体力行教导利益我的吗？让他们滚，还有你也一起滚。放心吧，这次是我请太医开的药方，药性温和些，也没那么伤身。你想听我说什么？说谢谢公子大恩吗？我不想说。你也不用再盯着我确认什么了，我越是这个样子，跟已故的孟贵妃就越像，对吧？一个你，一个太子，都这样，他那么好，你们怎么不跟着他一起去死啊？
此事了了，我会跟殿下讨个恩典。你最想要什么，可与我说一声，只要我裴某能做的，我一定替你做到。我想要什么？我想要自由，大人给得起吗？我想要我就是我，绝不为人做替，大人也愿意吗？大人，画饼是最缺德的事儿，下次别画了，我吃不下。你的身份已经准备好了，我打探过，大皇子没有和我们一起重来，这是我们最大的优势。规矩你都懂，我会跟殿下说好，找个合适的日子安排你入宫。这次莫要节外生枝。知道了。他不知道我是你们送进宫的，那本护印没有问题，他会带我走，只是因为一个缘故，我和孟贵妃很像。哎，哪个宫里出来的？我之前怎么没见过？周玉珍跟我提过，他母妃曾给他讲过许多光怪陆离的故事，除了我，只有他能看懂我画的到底是什么。你是谁？奴婢芸娘是太子殿下送进宫里当女使的，但我还有另外一个名字，我叫宁音。芸娘的话不可信，宁音的话你愿意听吗？怎么样，听懂了吗？就你，勾引天子。长相不长相另说，你就说像不像吧。不管怎么说，大殿下，咱们合作愉快。虽然太子殿下防我还是防得紧，再多的消息也不肯透露了，但是只要大殿下你开口，我无论任何消息，我都会竭尽所能替你打探。再说了，宁可错杀，不要放过。挺好的。今晚母真真是听君一席话，如听一席话。行了，我以后再有疑问会再来找你。你看吧，你看吧，我就说太子殿下肯定有这个。行了，知道了，有就有吧，大惊小怪做什么？那下毒的事儿，捉贼拿赃，捉奸成双。下毒这种事儿，除非找到皇后刚好给父皇下毒的证据，不然的话，他随便找个人过来都可以帮他抵抗。丁四算是一个教导下人不善的罪责。不过你说，如果在天子生侧伺候的人是你，皇后最想拿谁顶缸？算了，为了不让天子起疑心，你还是按照字条上的来走，去躲一躲就好了。好了，别管了，走。哎。
就在这里守着吧，不要乱逛。你有必要服务这么到位吗？我能找得到。我一定要看到你人在这儿才放心，省得你偷懒。这皇上怎么还不来呀？太子的消息都在这里着呢。山下的周玉珍这么早给我送过来干嘛？我也是个蠢蛋，死了那么多回了，还那么傻了吧唧的跟过来了。一个太子，一个裴秀明，还有周玉珍，有一个算一个，没一个好东西。你是哪个宫里的？竟然敢擅闯陛下寝宫？大胆！还不退下？连我都不认识了吗？退下！你来这做什么？不是太子让我在御花园等陛下的吗？我等了一个晚上，连个人影子都没看见，又听到这里乱糟糟的，就过来看看。以前怎么没发现？你胆子怎么这么大？要不是我刚好回来，那侍卫把你当刺客砍了，倒又是大功一件。什么事？太子赢了的，对吗？那你还会不会让我再重来一次？那次是我对你不忠。哦，忘了告诉你，我管你会不会，反正这次是不会了。父皇，朕老了，以后的江山就交给你了。父皇，儿臣还未能担起此番重任。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！没想到你还是找过来了。我本来不想让你看见的。不想让我看见什么？逼宫的人是我，是我下药陷害了皇后，太子也是我引进宫中的。你会不会对我很失望？刚刚在门外，我杀了裴修明，他和太子是一党的，也是他在侯府找到我，说我和贵妃很像，让太子把我送进宫来。我不杀他，他就要杀我。你呢？你会对我失望吗？你给我这个做什么？我的母妃曾经对我说过，在她所在的世界，自由、平等，所有人，无论男女，都可以读书识字，甚至于女子都不用再被困于内宅之中，只要她足够努力，也可以出仕为官，成就自己的一番事业。她到死都非常想回到那个世界。你是唯一一个知道他所在的世界是什么模样。我没办法把你送回去，我只想问你，
你愿意留下来陪着我，把这里变成你的那个世界吗？